然后合牌又来一张 K 哦，中了3条 K， 后门3条。他选择下注半个底池，大约是25万。我当下觉得大约一支加注半个底池哦，就大约是75万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寸是不错。那他想蛮久了，他应该想超过1分钟，应该有，可能接近2分钟。然后他。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现在在 WSOP 赛场，我们今天参加的呢是这个777买入的第2天赛事。它这个赛事呢，它总共有3个第1天哦。那我们参加的是 1A， 所以我们第1天就进了。然后呢，今天是 Day 2啊，总共人数呢有6903位玩家。然后今天参加开始的时候 ，Day 2大约是280人左右。那现在是第1个休息时间，剩余人数140人。然后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筹码量我有107万。107万是多少呢？最后一个级别是153万哦。今天是从24000万开始，所以我们大约有26个大盲开始今天的赛事。我现在是休息时间，我大约有300万的筹码量啊。跟大家讲几手牌，这个比较大的手牌呢是在25000万啊，然后对手呢有150万的筹码量，他在 CO 位加注，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120万，我拿84红桃选择跟注。翻牌是655， 2张梅花，然后底池30万5千。我 check 他选择了一个下注9万。基本上我们只要有任何的对子，我们有任何的双头顺、卡顺呢，我们的预设策略都不会弃牌所以我当下选择了一个跟注。当然你要混合策略的加注低频率，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我觉得高频率的跟注是没有问题。然后转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10，我 check， 他也 check。然后合牌是一张梅花9。梅花9的话就是正门花，然后同时这个7、8也成顺子在我的范围里面呢，有很多的7、8的组合，但是它不一定会有，至少不同花的组合它不会有。再加上我手上有张8嘛，合牌呢我就选择炸底池48万5千，我选择了下注大约是2/3，2/3是32万，然后他想了大概30秒到1分钟嘛，然后他弃牌。然后就炸胡成功赢下一个接近50万的底池。那下一手牌呢，我有160万的筹码量，我在小盲位拿一个 J3 不同花，我选择了 Limp， 选择平跟，然后大盲位 check。翻牌是 A72 Rainbow， 它底池就是15万然后我觉得在我的范围里面呢，它比较不会有 A， 但是我会有很多的 A我认为这是一个范围优势所以我选择了下注半个底池7万5千，然后它跟注转牌是一张3，变成是我中了一个对子。那我认为我这边可能有一个摊牌价值因为我认为它的范围会有很多的2跟很多的7，所以我就是赢一些输一些嘛。那我 check 他 check， 我要来张 J， 变成是我中2对。那我认为如果他的牌是只有2或只有7的话呢，我认为大部分他是不会主动下注，但是我下注他会跟注，再加上我觉得我有可能有一些随机的炸。所以如果说我这边要选择价值下注的话，第一个我这边的手牌我觉得2对绝对符合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再加上我也不觉得他会下注，所以我觉得主动下注是不错的。那如果说它的范围比较没有什么的 A 的话，都是2或是7的组合的话，那我认为最大我可以下注大约2/3甚至到满帕，我觉得这个尺寸都不错，尤其是我有2对的时候，30万的底池我选择了下注22万5千，然后他想了一下，他也知道他不可能只跟 A， 因为它的范围里面就没有这么多 A 嘛，所以他必须要去抓炸胡一部分的7甚至是2。我认为所有的7都是要跟注，我认为2的话可以看情况看我这个人的炸胡频率高不高，所以他想一下有点痛苦，他还是跟住了，然后开牌他就弃牌，我不知道什么牌，但他肯定是一定是有对子嘛，可能是有2或是有7这样子。然后下一个手牌呢就比较简单一点这个是 Hijack 玩家有230万，他选择加注，然后 CO 位是一个短筹码，他有66万5千，选择了 OE， 然后我在小盲位我有200万的筹码量，我拿一对 Q， 这时候是40个大盲。那我的策略的话，我认为这么大的手牌呢，我应该都会选择跟注希望 Hijack 玩家做一些蠢事他可能会拿一些比我更弱的手牌 all in， 或者是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所以我选择了跟注。那原本加注了这位 Hijack 玩家的弃牌然后短筹码 CO 位的是 KJ 同花。
那我一对 Q 就赢下这个底池。最后一手牌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 Hijack 位有280万，选择加注到10万，然后我是 K10不懂花，然后大盲位是15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翻牌是 A96不同花，有一张梅花，然后底池是27万5千，啊，大盲位 check。我这边的预设策略呢，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持续下注的全范围，所以我选择了下注10万，然后他跟注。转牌是一张梅花 K， 有一个后门花的机会，然后我中了一个 K 的对子嘛，所以我认为如果他有 A， 我这边没有道理下注啊。如果说他有6或9的话，基本上我转牌我就中了就赢嘛。所以我认为我转牌我的 K10呢是一定就是一个 check， 所以他 check 我也 check， 然后合牌又来一张 K， 中了3条 K， 后门3条，他选择下注半个底池，大约是25万。我这边想了一下，我中3条，我肯定是 raise。但我们要针对它的范围去做分析的话，我觉得他选择这个下注尺寸呢，当然有机会有炸胡。那如果他是炸胡的话，基本上我加注多少他都不会跟注。但如果说他会下注，我觉得最直觉的应该是只有 A 啊，他的9应该就是一个 check。所以如果说它是一个 A， 比如说 A2、A3 到 A7、A8 之类的手牌的话，那我觉得加注到多少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痛的。要跟不跟呢？我当下觉得大约是加注半个底池就大约是75万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寸是不错。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更大的手牌，我觉得它有没有机会有随机的 K？ 有机会，它甚至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 KJ、KQ 同花，搞不好有机会。他觉得 KQ high， 对不对？所以我不希望说我直接 all in， 那万一他有比我大的 K， 或者是他是66 full house 的话，那我就自杀。所以我希望我加注一个尺寸是比较有机会让他比较弱的 A 选择跟注。那我觉得加注到75万，我觉得不错。那他想蛮久了，他应该想超过1分钟，应该有，可能接近2分钟。然后他弃牌，那我是不知道他拿什么牌弃牌啊，但很有可能就差不多是一个 A。那我觉得任何的下注尺寸呢，就是如果说对方1秒跟注或者1秒弃牌，当然有可能是他的手牌就很简单。但我们希望让对手掉到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因为当他觉得这个决定是比较难的时候，他才有机会犯错。所以我觉得这手牌选择加注到75万呢，我觉得相当的不错。就大概是这几手让我打到300万左右的筹码量。那300万的话，大约是40个大盲左右。今天应该会打到决赛桌时间差不多了，剩4分钟，准备去上个厕所。我们现在呢是第2个休息，现在人数呢大约剩下64个人前面呢这3个级别跟大家讲发生哪些有意思的手牌。好，这手牌呢是我刚刚回去休息的第1个级别4万8万，然后这时候 button 位的短筹码 all in 51万，7个大盲不到，6.5个大盲左右。那我在大盲位拿 K2 同花，那我觉得就以数学上来说呢，肯定是要扣然后实际上呢还是要扣，对就是要扣扣了以后呢，它是 K10， 然后我是 K2。注了一个51万，那下一个盲注级别是5万、10万这手牌就也是蛮简单的这个是 low jack 位的这个筹码非常多的玩家呢，他选择加注到20万，然后 CO 位的玩家 all in 110万大约是11个大盲。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在小盲位我有200万的筹码，200万筹码是20个大盲，拿一对 J， 所以我也 all in。然后前面加注的玩家弃牌，后面 all in 的呢是 KQ 翻牌就有一个 J9 小所以我中了一个3条，然后把这个玩家给清掉。好，然后呢，这个时候下一把牌呢是在5万、10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有接近500万的筹码，我在 hijack 位加注一个 A4 梅花，大盲位的玩家跟注，然后翻牌是873 2张方块他 check。虽然说873呢是一个3个低牌对于这个大盲位会有比较多56、70这种比较好的手牌组合，但我认为呢，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持续下注的频率尤其是我这种 A4， 其实我觉得下注会比 check 来的好，所以我选择下注20万，他跟注，好转牌中了一张4，然后底池95万，他 check 这边的话我中4，我当然就是一个摊牌价值，我就 check， 然后合牌是一张正门花方块 K， 然后他 check。我觉得我的手牌需不需要炸胡？我觉得很接近，但是我觉得还是不用炸胡。我觉得我还是赢一些听牌没中，或者是一些手对22，或者是一些什么 A3， 我觉得是有机会。所以呢，我选择 check。这时候我蛮意外的，我看到他是 Ace Queen AQ 不同花，他翻牌前面有3次下注，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呢就是运气不错，但也是一个小底池其实我觉得我的桌子算是不错，有几位玩家就是打了的
很糟。那你可能说，怎么样去看说这个玩家打得很糟？像我刚刚我的上家，就是每次他小盲位的时候呢，换了一个新玩家，然后第一次还盖到他的小盲位，然后他开牌 K6不同花，他直接小盲位弃给我。我觉得他盖牌就算了，重点是他盖牌，他要告诉我他盖一个很大的牌，那我觉得他不但打得差，他会告诉别人说，对我就打得很差。对他不讲了，别人还不一定知道，可是他讲了，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一个人呢，就成为了至少是我啦，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就成为我攻击的对象。因为很简单嘛，他的小盲位他都可以开一个 K6，然后告诉你说我不玩这个牌。然后呢，变成是他大盲位，我会增加我的加注范围了，因为我知道他大盲基本上都不会跟牌。然后甚至别人在 button 位加注他的大盲位的时候，他大盲会开一张 A 弃给你，这种玩家就很夸张。然后重点是他刚刚又发疯，他刚刚就是盖到他在 CO 位的时候，他直接 all in 240万，那个时候是6万12万，就20个大盲 CO 直接 all in。因为我想说，我靠，这牌已经超大我是没有牌啦。如果我是什么 A9 A10，我一定会弃给他，我真的会弃给他。然后大盲位是一个大约是120-130万，大概就10几个大盲，他就跟 A9。他 A9 我想说 A9 可能不会赢就突然发疯推20个大盲是9J 同花，突然推一个20个大盲，然后翻牌就中一张 J， 所以就把那个短冲码清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做判断就觉得说，这个你看打很紧，对不对？你看有 A 都盖，对不对？小盲位 K6 都不玩，对不对？然后他 all in 牌力超大，对不对？没有，他就会发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 GTO 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的话，我觉得照一个 GTO 的范围去跟住你原本应该要跟的范围，我觉得还是比较好。但我觉得也不需要做一个过多的修正反正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啦。然后我觉得我今年的状况都还没有遇到太难的，所以我觉得算是运气不错，跑得不错。那我们现在的筹码量呢，我刚刚看自己有500万，等一下回去呢是10万15万，所以大约是30几个大盲。那这个是40分钟的盲注级别我觉得大家的筹码量现在我在桌上500万算多的因为桌上只有2个，我跟另外一个他比我多一点，他可能500多万，他其他的都是看到应该都是300万以内，桌上很多玩家就低于20个大盲。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游戏的话，其实只要打好这个翻牌前的范围，然后不要做一些蠢事，应该就会有不错的成绩。现在剩下64个玩家，等一下打完如果还在的话呢，应该会剩下不到30个，然后应该是晚餐休息时间。那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做战况回报，拜拜。